有大量网红艺人代言的小资隐形牙套，你心动过吗？漂亮价格的背后，真的没有风险吗？为了美观戴了隐形牙套，结果却不如预期。有人越戴越咬不碎东西，脸越看越歪，甚至晚上开始打呼。当 IG、Dcard、Threads 同时被业配洗版，也被劝世文洗版时，你应该到底怎么样判断？怎么选才不会把医疗变成赌博，期待变成落空呢？你好，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我是马永昌医师。今天的影片我会跟大家分享隐形牙套不能说的秘密。很多想做牙齿矫正的人是抱着便宜、快速、戴了就变美的期待去选择了隐形牙套，但在我们诊所，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群人，戴完之后牙齿咬不拢，颞颌关节卡卡，甚至晚上开始打呼，最后只好再花一次钱做一次矫正。这不只是这些人的运气特别差，这是系统性的骗局。今年2月的公视报道，已有200多名消费者自救会出面控诉佩戴隐形牙套后出现牙龈萎缩、咬合跑掉，主管机关要求地方卫生局介入调查。这不是要吓你，而是要提醒你，隐形牙套不是网购商品，牙齿矫正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医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矫正只剩下行销，没有专业的时候，悲剧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如果你以为这种事只有台湾有，国外早就上演过更大的，连号称诈骗之岛的台湾都只能叫声大哥。美国廉价隐形牙套巨头 SmileDirect 在2023年12月时突然无预警宣布停止全球营运，取消所有尚未发货的订单，并停止客服与矫正的治疗，而且他还要求未完成付款的客户继续付款。虽然在后来的法律诉讼中，纽约州总检察长追回了大约480万的款项，但许多 SmileDirect 的矫正客户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而求偿无门。当初吸引这些人的正是这些业者标榜便宜、方便、少回诊，也找了很多网红代言，砸了大钱做广告行销。但当医疗被切成一盒盒寄到家里的塑胶片，最后为医疗品质和风险买单的，往往是天真浪漫的消费者。如果你觉得以上的故事似曾相似，这边要提醒各位观众，隐形牙套不是一个商品，而是一个医疗，而医疗是一种经验财，只有当你体验之后，才知道值不值。巴菲特曾说，你付出去的叫价格，你得到的叫价值。这边来跟大家上一下经济学原理。在一个自由效率的市场中，例如股票市场，价格会多半紧随着价值而波动。因此，当有人要用1/3的价格把台积电的股票卖给你时，你会充满怀疑，而不是觉得自己赚到了。同样的道理，隐形牙套既然是医疗，就会存在治疗结果不确定性的问题。所以，当有人用1/3的价格提供你隐形矫正时，你也应该要充满怀疑，而不是觉得自己赚到了。要确保你的钱花得值得，能得到你想要的价值，这就需要你能找到对的医师。那要怎么样才能找到对的医师呢？我们后面会谈到。很多不了解隐形矫正的人会问，贵与便宜差在哪里？你要了解，你花钱买的不是一堆塑胶牙套或是某个品牌，而是医生的专业、经验以及他有没有用心在你的治疗上。这包括为你制定详细的治疗计划，并提供高品质的治疗结果。因为牙齿矫正是一个长达数年的投资，医生和病人都有很大的风险。但我也必须老实告诉你，医生的专业到底如何，一般人是看不懂，也很难分辨的。包括医生自己也很难分辨其他医生的医疗品质。然而你可能会问，我也是找专业的医生啊。那当然，你大概找不到号称自己不专业的医生，所以医师理所当然都是专业的。但光凭这一点，并不会让你找到真理与救赎。让我们回到经济学原理，在自由效率市场中，当你无法判断价格是贵还是便宜时，价格本身通常就提供了部分暗示。除了特定的奢侈品，绝大部分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大致代表了这个商品或服务背后隐含的价值。我们以车子为例，双 B 的价格能卖得比 Toyota 贵，是因为双 B 提供了比较高的价值。牙齿矫正包含一套复杂而持续2到3年甚至更久的医疗流程，
一个医师如果真的想要把你的牙齿矫正做好，可一点都不轻松。在开始治疗前，医生需要收集非常多你的资料，这包括照片、面部扫描、全颅电脑断层、齿模扫描、咬合分析、呼吸道与颞颌关节检查等。因此，第一个重点来了，从你的医生收集的资料多元性与品质，你大概就可以预判接下来你的医疗品质好不好，因为它就是依据这些资料来制定计划。接下来，他会分析这些资料，并判断你适不适合做以及如何做，然后他需要逐步制定你的每一个牙套的计划，并花费很多时间在电脑上设计每一副的牙套的进度，以确保未来的2到3年中，你的旅程都会顺顺遂遂的。当然，这些背后的过程你都看不到，所以你也无从判断。但你的确看得到的是，就像你家里要装潢一样，你一定会看到设计师画给你的 3D 室内模拟图，而且设计师会花很多时间跟你沟通设计的细节以及预期完成的样子。因此，第二个重点是，医师有没有让你看过你的 3D 数位设计，有没有跟你沟通过，确保这个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如果他都没有让你了解就开工，或者是打算边做边看，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了。牙齿矫正这门技术早已全面数位化，因此医生对于你的治疗计划以及最终的设计，包括脸型、微笑曲线等，都应该要在你开始前就得到你基本的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看到这里，你大概就可以猜到为什么有人可以宣称用1/3的价格来做矫正，因为以上我们所讨论的大部分过程，包括完整的资料收集、3D 的模拟计划，以及治疗完成后的电脑咬合分析都被大幅省略了。魔鬼就在细节里，把这些通通都省略，自然可以省下高昂的成本。因此，他们可以用便宜的价格，让你有在做矫正的错觉。反正牙套看起来都一样，你也分不出来。但买家请小心，你付出去的是价格，你得到的才是价值。然而在医疗上，你很难分出价值，你只觉得付出了较低的价格，而认为自己捡到便宜了。但很不幸，要告诉各位观众的一个残酷事实是，即便你花了双 B 的钱，以为自己买了名牌原厂货，但双 B 还是有分德国厂制造或大陆厂。你的牙齿矫正医生可能完全外包了你的治疗计划与牙套设计到墨西哥的技工，他可能从头到尾没有自己真正的设计过你的治疗计划，这也是业界长期不能说的秘密。买房最怕碰到烂尾楼，隐形牙套也很多烂尾。最后，我们就要来谈谈许多令人悔不当初的矫正烂尾。我曾经遇过一个来到我们诊所寻求2次矫正的患者，他第1次的隐形矫正仅做了6个月就结束了。据他的描述，故事是这样的：他开始做隐形矫正后，牙医就只有给了他上颚的牙套，他一直以为是要等上颚做好后才做下颚。等到半年后某次回诊时，他问医生说，什么时候我才要开始做下颚？医生先是愣了一下，就跟他说，经过他的专业评估，他不需要做下颚的矫正，他的牙齿矫正已经做完了，之后就不用再回来了。最后过了3年，他发现越来越不对劲，于是只好重新再做一次。这是我遇过比较夸张的烂尾矫正案例。常见的烂尾牙套有3种灾情。第一种烂尾是只做门面，其他不管。这是比较轻微，也是最常见的情况。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牙齿矫正只有把前面的牙齿排了整齐。很多人做矫正的过程中，都可能会经历过后牙咬不到。后牙咬不到是透明牙套矫正常见的过渡情形。这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吃东西需要靠前牙，吞口水的时候后面空空的。但如果牙套都戴完了，你也已经佩戴维持器超过半年，你依然觉得很难用后牙咬东西，除非是你的牙齿本来就有严重的珐琅质磨损，不然这样很有可能是牙齿矫正当时并没有做完全。第二个情况是牙齿矫正做完之后，颞颌关节开始不舒服，这是比较严重一点的灾情。很常见的原因是从一开始的矫正计划就没有考虑过颞颌关节。这里要解释一下，并不是牙齿矫正害颞颌关节出问题，而是一开始的计划中就没有考虑过颞颌关节的问题，或是施工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状况，造成颞颌关节问题。用白话说，你找错了建筑师事务所，
因为你的建筑师跟你强调说他是专科建筑师，而颞颌关节不是他们事务所的专长。颞颌关节这部分你需要去找其他的事务所。事实上，如果牙齿矫正从不考虑颞颌关节的位置，矫正结束后医生又没有进行最后的咬合优化，这也会导致牙齿矫正后开始出现颞颌关节症候群。许多人以为这个问题是需要看别的科，但其实这也是典型的矫正烂尾情况。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烂尾，是矫正完之后出现打呼与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也非常常见于拔牙矫正之后的病人，而且几乎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只能重新投胎或全部打掉重练。虽然至今欧美的相关回溯性研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证明成人进行牙齿矫正会导致上呼吸道变窄，但是没有证据不等于没有，只是没有证据。如果你常常在临床上看到这样子的病患，你会很难想象这怎么会没有证据。呼吸道的风险在亚洲人特别高，这是因为亚洲人种的呼吸道远比白人和黑人要窄小，因此我们天生得到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风险就比较高。如果你本来就有高风险，在矫正治疗的设计师又未能考虑到呼吸道的问题，而拔牙让前牙大幅后退，舌位被迫改变，就有可能在矫正做到一半，或者是做完之后，你会开始觉得夜间呼吸很困难，或者是睡不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矫正前的资料收集一定要涵盖许多面向，特别是呼吸道电脑断层与颞颌关节，而且必要时需要做睡眠检测，这才是保险又负责任的做法。在我们医学教育中，牙医师被训练看待病人的问题是由口腔前方由前往后看，因此牙医师多半只注意到口腔前方露出的牙齿，很少人会注意到底下的牙根位置、房间里的大象，也就是舌头、颜面嘴唇与颈部的肌肉、颞颌关节和呼吸道等问题。我说的上面这些通通都是口腔咀嚼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做牙齿矫正时只是专注在把前面的牙齿排整齐，而不管房间里其他东西的存在，这样子的医疗行为本质上只是一种伪装。在我们诊所，我们的做法是从系统性的角度来治疗病人，这需要从后往前看，反过来看，也就是我们会先看你的口腔最后方的呼吸道、颞颌关节、舌头、颅眼骨骼和脸型、嘴唇等，最后我们才看到牙齿。这就像是你家里要装潢，一定是先从家里的底层基础设施，像是水管啦、电路啦、冷气通风管等，从这个部分先开始施工，而不是从表面的油漆贴壁纸开始。同样的，在牙齿矫正上，我们需要采取以呼吸道为中心的3D 齿颚矫正，先守住你的呼吸道和咀嚼这些功能性的健康后，我们最后才谈到美学。这和大多数的矫正只看2D 与门面追求整齐是完全不同的哲学。对于3D 齿颚矫正的细节内容，有兴趣了解的观众可以看这一部影片。看完前面的案例，你大概已经知道，牙齿矫正是一段从诊断、回诊到修正的医疗旅程。真正确保你的旅程不会出现颠簸或车祸的，不是哪一个牌子比较好，而是哪一个医生才对。你也许会问，材料和品质都不重要吗？他们当然都很重要，但它永远排在专业的后面。你需要先选对医生跟医疗团队，再去讨论品牌和价格。按照这个逻辑走，你得到的是好好呼吸、好好睡觉、好好咬合的每一天。反过来，如果你将这些都省略掉的话，你最常遇到的就是2次矫正和2次后悔。如果今天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请将它分享给你正在观望的朋友们，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状况和疑问。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